大家好，我是 Jason Mail。现实生活当中，不乏投资达人，试图透过各种消息和指标来分析预测市场走向。老师要讲，你有没有在听啊？你没有在听嘛？当市场下跌时，有人说要逆势操作，逢低买进；也有人说要及时止损，避免接刀。当市场上涨时，有人说要获利了结，落袋为安；也有人说要趁胜加码，顺势交易。到头来，不管结果如何，也都能有一套互相矛盾的合理说法，往往自以为懂了，下次一样猜不透市场走向。你搞得我好乱最终，有些人透过投资翻身，也有些人亏损连连，毕业离场，可怜啊。究竟投资的背后有没有一些脉络，能让我们了解其中的风险和合理报酬，进而借由投资获得实质上的财富增长？今天就让我用24分钟带你略懂这门一不小心就变成赌博的学问——投资。本列车开往个人心得，沿途停靠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景气循环、被动投资。Jason Mail 祝您旅途愉快。财务上的投资，目的是要用钱来赚钱，所以任何能产生收益或者价格会上下波动的资产，包含定存、外汇、股票、债券、不动产、黄金、加密货币、原物料、期货选择权，甚至是艺术品、名表、名车、名酒等等，都能作为投资标的。以下我们就针对比较常见的标的，分别简单说明。股票就是一间公司的所有权，被切分成很多小等份，放在市场上流通买卖。拥有一间公司的股票，就相当于拥有这间公司的一小部分。当公司赚了钱，要分配盈余时，就会依照持有股票的比例进行分配。股票的价格反映着人们对公司赚钱能力的预期。越会赚钱的公司，能让股东分配到越多钱，人们自然愿意花越多钱去买入公司股票。过去50年来，全球股票市场能带来10% 左右的年化报酬。根据7-2法则，大约是每7年可以翻1倍。至于代表风险程度的标准差，则大约落在15% 左右，表示单一年度报酬有大约2/3的几率会落在25% 到-5% 之间。在符合常态分布的假设前提下，当我们以蒙蒂卡罗法来进行1万次模拟，就可以看出这样风险报酬组合的预期效果。债券是由政府或公司发行的，用来借钱的票券。购买债券就等于借钱给这些机构，机构则会定期支付利息，并在债券到期时偿还本金。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因为新发行的债券利率更高，更有吸引力，将导致过往发行的低利率旧债价格下跌，反之亦然。同时，对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通常利率较高，但也有更高的违约风险。过去40年来，已开发市场公债有着5% 左右的年化报酬，以及7% 的标准差。黄金因为稀少、美观，又不容易和外界起化学反应而变质，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有着神圣不可取代的地位，也因此在金融市场动荡不确定时，常被视为重要的避险资产。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目前全球已开采的黄金总量共21万吨。如果要均分给当前地球80亿人口，平均每人只能分到26公克。自1970年代金本位结束以来，黄金的年化报酬约 6%， 标准差 18%。比特币、加密货币的正宗元老，基于区块链的特性，让它能够独立于传统法币，免于遭受政府、央行或企业的垄断和人为操控，而被赋予成为未来普世货币的想象。基于设计，比特币的总量将在2140年达到上限约2100万枚，之后就不再增加，也就不会有传统法币因为过度印钞而导致通膨贬值的问题。身为一个新兴资产，从2009年问世以来，比特币有着高达100% 的年化报酬，以及高达150% 的标准差。币圈1天，人间10年，正是当前加密货币既危险却又如此有魅力的地方。不动产，也就是土地或房屋，是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刚性需求，也是大多数人一生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投资。影响不动产价格的变因很多，除了通膨因素之外，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屋龄、不同社区、不同楼层，甚至周遭的公共建设发展或是商业活动，都会连带影响不动产的价值。以台湾总体来说，过去20年来有着6% 左右的年化报酬，以及6% 的标准差，租金报酬则长期介于1到2% 之间。
以上各种资产有着不同的年化报酬，也隐含着相对应的波动风险，所以在投资不同标的之前，我们最好能清楚资产的风险和报酬，才能在遭遇风险时临危不乱，安然度过。最后，所有前面提到或没提到的资产，大多能透过一个好用的工具 ETF 来进行投资。简单来说， ETF就是把资产的所有权切分成很多小等份的股票，在股票市场中流通买卖，概念上就跟买卖股票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只要套上 ETF 这层外皮，我们就能轻易在股票市场这个平台上一站式构筑所有投资标的，可说是近年来最伟大的金融创新，没有之一。然而，面对琳琅满目的投资标的，我们该如何选择，进而评估合理价值，以及决定买卖的时间点呢？以下我们将会以公司股票为例，从基本面、技术面以及筹码面3个面向来分析，但相同的概念也大致适用于所有资产。就基本面而言，一间公司的健康状态大致可以从财务报表当中看出一个基本轮廓。大多数的重要指标，在先前的12分钟略懂财务报表这支影片当中都有提到，有兴趣可以出门左转复习一下。基本上，财务健全，各项指标与未来预期都在持续往好的方向成长的公司，就可以视为好的投资标的。然而，股价每天上下起伏，我们要如何评估计算股票当下的合理价值，才不至于买贵呢？根据资产负债表，公司的账面价值等于总资产减去总负债，也就是股东权益的部分，其中每张股票所能分配到的价值，就会是股票的账面价值。而如果公司继续营业下去，未来将持续产生新的现金流收入，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一直持有公司股票，未来就会持续获得这些额外的价值。要计算这些未来价值的当下现值，我们就可以用未来预期的现金流套一个折现率，去反推回当下的折现价值，而得到公司长远的内在价值。为此，我也做了一个工具网页，把推导过程视觉化呈现出来，供大家自行动态调整适当的参数，以理解股票账面价值与内在价值的推导过程。以台积电来说，根据2024年年报，把总股东权益除以在外流通股数，可以得出每股账面价值大约是167元。同时，根据2024年的自由现金流，假设未来5年都有20% 的成长率，之后则都稳定以2% 的成长率持续下去，直到永远，就可以计算出未来每一年的预期现金流。而当我们套用10% 的折现率去反推当下的折现价值，就会推导出每股新台币973元的内在价值。然而，由于这样的计算过于复杂，同时每个人对于成长率和折现率等等参数都会有不同的主观看法，而得出完全不同的估值。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还是一些相对客观又简单粗暴的估值指标比较会受到大众讨论关注。其中，本益比可说是市场上最广泛被使用的估值指标。本益比也称作 PE ratio， 等于股价除以每股盈余 EPS， 代表投资这张股票之后，假设公司每年都赚一样多钱，需要经过多少年的时间才能够回本。通常本益比会拿来跟自己和同业去做比较，本益比越高，表示投资人看好公司前景，又或者股价遭到高估，反之亦然。同理，我们也可以用未来可能的 EPS 搭配一个合理的本益比，来粗略推算未来可能的股价。以台积电来说，多年来本益比大约落在10到30倍的区间。依照台积电 EPS 成长趋势，假设2026年 EPS 80元，搭配20到25倍的本益比，就可以初估2026年股价可能落在1600元到2000元之间，以此类推。就技术面而言，理论上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应该要完全反映出资产当下的基本面价值。然而，资产的实际成交行情到头来还是建立在市场供需以及群体的信心之上，而与基本面有所偏离。毕竟，人是不理性的动物，天生就有许多心理缺陷，像是定锚效应、羊群效应、损失厌恶、错失恐惧等等，容易受到各种情绪左右，导致市场出现不理性的过度涨跌。这样的效果可大可小，小则造成短期价格上下波动，大则产生泡沫，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遗憾的是，人类从来没能从历史中学到教训，以至于这类非理性的行为一再重演。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反而可以利用人性弱点的可重复性，从历史图表当中发掘一些不断重复出现的规律，来预测市场走向。而这正是技术分析想要达到的目的。例如，观察历史股价，经常可以看出某种线性趋势，
连续的高点连线会形成压力线，连续的低点连线会形成支撑线。在趋势线附近，通常会有比较大的买卖力道去阻止股价突破趋势，而当压力线和支撑线平行，就会形成一个通道，让股价倾向在这条通道的区间内震荡。当压力线和支撑线交错形成三角形，就会让股价不得不在交错点被迫表态，向上或是向下突破。通常三角形往哪个方向倾斜，后续就比较倾向往哪个方向突破。双重顶或者俗称 M 头，表示股价2次尝试突破高点失败，预期下跌。双重底或者俗称 W 底，表示股价2次尝试跌破低点失败，预期上涨。头肩顶和头肩底也是类似的反转形态，预期趋势的反转。而除了线型，一些延伸指标也常拿来作为辅助。均线 Moving Average 简称 MA 是由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价格所组成，可视为这段期间内股票投资人的平均持有成本。若和目前股价做比较，就能知道过去一段时间里大部分投资人是获利还是亏损的状态。一周有5个交易日，所以我们称5日均线 5MA 为周线。以此类推，我们称10日均线 10MA 为双周线，20日均线 20MA 为月线，60日均线 60MA 为季线，120日均线 120MA 为半年线，240日均线 240MA 为年线。当均线整齐的依周期长短顺序排列，就称为多头排列，表示趋势向上。反之，均线顺序颠倒排列，则称为空头排列，表示趋势向下。当短均线向下穿越长均线，则称为死亡交叉，表示短期卖方力道较强，被视为是趋势反转向下的讯号。反之，当短均线向上穿越长均线，则称为黄金交叉，被认为是趋势反转向上的讯号。以上大致简单带过一些基本的技术分析策略，看似有点道理，但实际效果如何呢？许多研究指出，技术分析并无法保证带来超额报酬。毕竟说到底，技术分析还是很主观的。股价上上下下，同样的图可以这样画，也可以那样画，不太容易形成一个明确的标准。同时，频繁的买进卖出，光是交易成本就把利润都抵消掉了。通常还是只有专业的量化或者高频交易机构，才有机会借由独门的技术分析规律来稳定获利。对于一般的散户来说，也许只能作为偶尔进出场的辅助参考。就筹码面而言，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股票大都集中在理性或者非理性的人手上。毕竟价格就是众多乡民对于股票价值的集体投票。当股票大都集中在理性的大户手上，通常会秉持着比较坚定、长期持有的投资思维，不随意买卖，股价也会相对稳定成长。反之，当股票大都集中在非理性的散户手上，就比较容易有投机赌一把、短线进出的思维。一有任何风吹草动，就杀进杀出。股价也会相对波动，缺乏支撑。所以，股票的筹码分布、股东的组成结构和移转变化，就会是投资的一大重要参考依据。以台股来说，从股权分散表，我们就可以得知，股票大多集中在大户或者散户手上，同时也能了解大致的股东结构和持股比例。如果要深入追踪公司内部人士的持股和异动，也可以从董监事持股余额以及内部人持股异动查得到，作为观察公司治理、内部人对公司信心的指标。三大法人买卖超资讯，能让我们从大户的操作当中推测股票正在流向理性的大户，还是流向非理性的散户。融资融券余额则大致可以视为散户的活跃程度，以及对未来股价方向的看法。以美股来说，机构投资人的持股比例和变化，公司内部人士的持股和异动，也都是可以取得的资讯。每季发布一次的13F 报告，则能让我们观察大机构法人的持股变化。总体来说，基本面分析使我们辨识出值得投资的标的，并粗略掌握投资标的的合理价位。技术面分析让我们能利用过往价格变化的规律，预期短线上的波动趋势，以作为进出场的参考依据。筹码面分析则让我们了解投资标的掌握在理性投资人或者非理性投资人手上，进而影响价格属性是偏向理性稳定还是非理性波动。从总体经济的尺度来看，经济就像一个生命体，而货币就像血液，在经济体内流动，把养分带到每一个角落，影响着每一个投资标的的起起落落。景气好的时候，货币充足，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是一个全体社会持续向上，所有人充分就业，
业共同富裕的正循环。这时，央行就会适度逐步升息，紧缩货币以抑制通膨，避免经济失控而导致泡沫。然而，由于不断升息，将导致没有余裕投资消费，进而进入一个全体社会持续向下、失业率节节高升、共同衰退的负循环。这时，央行就会适度降息、宽松货币，以刺激经济回到向上的正循环。就像是自律神经系统会规律维持着身体状态的平衡和稳定，经济也是如此。一般情况健康成长，偶尔也会生病而变得虚弱，但只要好好休息，景气和利率就会自律调整，终究会回到健康的状态，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然而，景气上下波动的过程当中，势必也会很大程度影响市场行情与投资绩效。既然如此，要如何判断当下是处于景气扩张或者景气衰退阶段，就十分重要了。在19分钟略懂经济这支影片当中，我们介绍了许多经济指标，其中联准会最在意的通膨、失业率、GDP 可以说是决定最终利率的核心重点指标。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时间轴来观察。图中的灰色区域是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定义的景气衰退时期，其余则是景气扩张时期。我们不难发现，1950年过后，美国大多属于景气扩张时期，只有极少数的景气衰退时期。其中，失业率和景气方向有最直接的关联。景气扩张时期，各行各业都需要扩张、招募员工，失业率就逐渐降低。景气衰退时期，企业为求自保，纷纷裁员，失业率自然就快速攀升。通膨就比较复杂一点，正常情况下，景气扩张会带动消费需求，通膨就会随着升高，这是由需求增加所带动的，让景气走向正循环的通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虽然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萎缩，但因为原物料短缺、供给不足而涨价，也会拉高通膨，这就是所谓的停滞性通膨，或简称滞胀。两种情况都是供不应求，成因和效果却大不相同。而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就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大致上，在景气好的时候缓缓升息，以避免通膨失控；在景气不好的时候果断降息，以刺激经济。然而，如果遇到停滞性通膨和失业率都高的情况下，升息也不是，降息也不是，就得想办法在这之间做个取舍。最终 ，GDP 就在纷纷扰扰的过程当中持续向上成长。以此类推，当我们把越来越多数据指标一起放在大尺度的时间轴上，用景气循环的角度来检视，就能约略看出其中的关联和规律了。至于台湾市场，由国发会定期公布的景气讯号灯，直接把一些重要数据转化为浅显易懂的分数和灯号，方便民众了解当前景气状态。Nice。以上大概是以5到1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的景气循环，而当我们再把时间尺度拉大，则会看到以5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的由重大科技革新所带动的景气循环，再放大又会看到以25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的世界霸权帝国兴衰层次的景气循环。所有的资产价格就随着大大小小的循环叠加波动，起起伏伏。即便如此，景气循环也很难精准预测，有时候周期稍长，有时候周期稍短，市场走向依旧说不准。遭遇危机时，一样措手不及，逃不掉。最终，类似于技术分析，往往也只能沦为事后诸葛，看图说故事，去找合理的解释。于是，这就启发了另一种投资思维——被动投资。被动投资的核心理念就是，既然资产价格、景气循环波动都那么难以掌握，相较于主动投资的选股择时碰运气，何不干脆分散投资，并且长期持有？要做到分散投资，可以透过买入市场大盘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公司会自动浮上台面，走下坡的公司则会自动被剔除。如此一来，就能达到持续汰弱留强的效果，以降低单一标的的风险。同时，买入后就长期持有，单一年度也许还有亏损的可能，但随着投资时间尺度的拉长，整体的获利将更明确，风险也会更进一步减少。透过分散和长期持有，我们就不需要花太多心力在研究投资上，躺平的同时，还能以相对低的风险获得相对高的长期报酬。同时，根据统计，在大多数情况下，每年有超过1半以上的主动型基金绩效会输给市场大盘指数，而随着时间尺度的拉长，几乎所有主动型基金的绩效都会输给相对应的被动指数。
就连在主动投资领域，极少数能长期打败大盘的股神巴菲特，都深深相信被动投资的绩效难以被超越。2007年，巴菲特以100万美元当赌注，打赌在未来10年，没有主动型对冲基金绩效能胜过 S&P 500指数。最终，前来参战的无主对冲基金全数落败，而且差距还不小。由此可见，就连华尔街最有经验、最顶级的基金经理人都无法长期稳定打败大盘，更不用说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所以，打不赢就加入，直接无脑投资被动型大盘 ETF， 并且长期持有，就是赢过大多数主动投资绩效的保证了。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有一笔资金，该一次投入还是分批投入呢？根据历史数据 ，S&P 500大多数年份都在上涨，也就是说，分批投入只有在少数景气衰退期间可能摊低成本，大多数情况下，分批投入只会分批垫高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有一笔短期内不会动用到的资金，就全数无脑投入大盘型 ETF 就对了。甚至遇到难得一见的大回档，更是值得加码的好机会。The more you buy, the more you make. 而当我们再把时间轴拉长，就更能清楚看出这股成长的力量。随着人口增长、科技进步，人类的生产力和经济规模也不断在以超越指数级的速度向上成长。虽然过程当中难免会遭遇疾病、战争等等天灾人祸，或是因为大小景气循环的波动而短暂衰退，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都只是可以忽略的杂讯。未来也还是不断会有新科技把经济推往更高的水平。而被动投资就等同于参与全世界或者部分区域的市场成长，搭着人类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从中受益。投资说到底就是去蹭饭，我们可以选择去蹭一辈子，长期持有，也可以选择去蹭一小段时间，短进短出。我们可以选择去蹭单一标的，也可以选择去蹭大盘指数。当蹭的时间越短，标的越单一，就越像是一场零和游戏。有部分人赚钱的同时，也一定会有另一部分的人赔钱，就像是两种不同看法的人在对赌谁的看法正确。而当蹭的时间越长，标的越分散，就越像是一场正和游戏，跟着群体一起把饼做大，大家都从中受益。同时，也应该要以不影响生活的闲置资金来进行投资，否则一旦所有资金都卡在投资标的中，将很容易受到情绪影响，做出追高杀低的不理性行为。所以在投资金额不多的情况下，稳定的本业收入还是重要的。我们不该去错误期待10万元的本金能够单纯透过投资就成长为1000万元，从此不用工作，而是要从务实的角度想办法开源节流，在持续累积本金，并借由投资放大收益的过程当中，逐渐达到理想的财务目标。一旦大致了解了投资的特性，我们就能定出自己独特的投资哲学、框架和方法论，并坚定勇敢执行下去。过程中一定会遭遇逆风，会受到市场情绪、杂讯影响而有所怀疑，但这就是投资的代价。理性的投资人眼光看向未来，只要还睡得着，熬过去，报酬终究会来到。而随着年纪渐长，当人生剩余时间越来越短，就可以考虑把高风险的投资标的，例如股票，分批转换成低风险的投资标的，例如债券。如此一来，就能在年老时避开未知的短期风险，守住获利。最后，除了财务上的投资，我们也需要以相同的精神去探索自己的人生方向，并将时间精力投资在自己，投资在值得的人事物身上，一步步朝自己的人生目标迈进，才不会在进棺材前还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到头来虚度一生就可惜了。我们不苟活。